民进党用的是纳粹的招式，民主上台，民粹冲锋，合法解散，不修宪及独裁。人家有国会山纵火案，民进党可以搞宪法大审判；纳粹搞长刀之夜，清除政敌；民进党黑熊上街，青鸟不会出去哦。纳粹搞权利法案，民进党有宪法法庭。当这全部都完成之后，要杀要剐随便他，没有死刑哦，随便找一个囡仔，500万一条人命，行不行？当然不可以。在野党不读历史，以为美国是民主的灯塔，到现在还幼稚幻想美国不允许民进党搞独裁。美国扶持过韩国朴正熙、台湾两蒋政权、菲律宾马可仕、伊朗巴勒维王朝，所以美国人最喜欢独裁政权，尤其是推翻民主政权的独裁政权。民主国家被军事政变独裁，美国人管吗？管你老母比较快啦，好控制就好，有什么要管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现在我们在野党有一个迷思，因为他们不读历史，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允许民进党搞独裁啊，他们以为美国是民主的灯塔，到现在还在做这种幼稚到极点的幻想，每天嘴巴上面挂的就是这还是民主的国家吗？我读历史对于制度不会抱有任何幻想。老美所扶植的独裁政权多不多？他妈的超过一半吧。美国的重点布置国家喜欢用独裁国家，我一边宣扬独裁是种罪恶，一边呢扶植你，那你本身就变成一种罪恶，你就有在精神上的脆弱性嘛。美国扶持过政权那可多了嘛，韩国朴正熙将军，朴槿惠的爸爸，台湾的两蒋政权，菲律宾的马可仕，埃及独裁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他也是美国扶持。我跟你讲，埃及现在的军人独裁者塞西总统背后还是美国人。只是塞西知道穆巴拉克是被美国搞死的，所以表面上奉美，实质上在找寻出路，所以他才去参加金砖。民主国家被军事政变独裁，美国人管吗？管你老母比较快啦，好控制就好，有什么好管的？拉美国家更是到处都是独裁政权啊，伊朗巴勒维王朝，君主专制国家，跟美国总统你好我好，你侬我侬，这叫民主自由啊。美国人最喜欢独裁政权，尤其是推翻民主政权的独裁政权啊。为什么？我随时扳倒你，刚好民主化之后再扶持一个上来，等到他发展势大之后，让他独裁更好控制。所以怎么会有民众党人会觉得，哎呀，柯文哲关起来的时候要去求助美国哦？美国人有讲话吗？没有啊。在美国人眼里面，他妈你柯文哲有几个？100个、1000个，随时都可以有柯文哲，他哪来差你啊？不是就这样吗？你今天没有国民党，明天可以有大众党，后天有国家党，他有差啊？扶植选举上来变一党长期专政，好不好？好，更好，好控制。因为你要长期专政的结果，就是你要对美国人卑躬屈膝。日本自民党刚刚输了一个底朝天，怎么会有这么天真的猪脑袋？你永远没有办法阻止黄媒这种人诞生。我支持自由民主啊，但是我为了赢得我的权利，那自由民主可以摆到一边去啊，有什么差别？美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赖清德这种人嘛。我追求台湾独立自由、民主进步，100%绝对言论自由，但是如果我不能赢，我怎么正道？所以怎么会有人迂腐的以为美国人会去拦住他用宪法法庭解散国民党跟民众党呢？但国民党里面人真的有人相信这种愚蠢啊？但显显的，你怎么会去想美国人会帮助你啊？你想清楚吧，就是没有想清楚的人，所以才会一直觉得说，哎呀，这个有机会，这不可能有底线的啦，抵你老母啊！我实在是很懒得骂人，你知道吗？所以我最近的采访，我心里面憋了一肚子啊。但说实在，我们要尊重来宾，我是有民主素养的人，所以我也不会去像做那种扣姐那一种当面那扣的那一种事情啊。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很务实的问题啊。民进党用的是纳粹的招式，民主上台，民粹冲锋，合法解散，不修宪及独裁，每一步它都是 OK 的啊。所以第一步解散政党，完全对应啊。人家有国会山纵火案，民进党可以搞宪法大审判。第二步，纳粹搞长刀之夜，清除内部叛乱分子，也清除政敌，黑熊上街，青鸟不会出去哦。第三步，纳粹搞权利法案，民进党有宪法法庭，不就是这样吗？当这全部都完成之后，要杀要剐随便他，这在历史上是很成功的路径。纳粹德国希特勒上台之后，要不是美国、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全部起来反对他，纳粹德国搞不好还会赢，他就敢干啊。他哪里不敢干？竟然没有死刑呢？随便找一个囡仔，16岁到18岁的，或者是他有轻微精神障碍的，平常是正常的，不能判死刑嘛？我国家有钱嘛？500万一条人命，行不行？哪里不可以？台南区渔会已故理事长陈世杰，他女儿民进党台南市议员邱丽丽的同谋，棒棒棒，双枪侠当街打掉人呢，一大堆 camera 在那拍，抓都抓不到。所以对赖清德来讲，他已经是黄媒了。
就是因为人的欲望推动，所以路径会有相似性。因为这种路径在人类历史上被验证是可以成功的，但它会依其时空背景的不同、人心改易的不同而做不一样，但是内部的旋律极为相似，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些逆流者。比如说王世坚现在变成民进党的逆流者，他开始不甩赖清德，但是他能够阻止整个民进党的变质跟腐败吗？他是阻止不了的。他只能自己在那边傻笑卖萌，还有偶尔一些刚正的质询。但事实上，民进党的人看得起他吗？但内心大家看到王世坚的时候，你讲了你那么正义，干你还不是有小三？民进党就在做测试，他们也在堆积能量。所以有3个阶段是目前要做的。第一个，持续的下乡，调动支持者的情绪；第二个，积极的动员；第三个，立法院的质询要配合。因为立法院的质询，你要把大法官里面荒谬的事情整个拿出来，直接质问他，社会的氛围就会形成。有的时候讲制度，有的时候讲群众的力量，有时候讲共同的意识。历史之复杂就在这里，制度不一定实际的，氛围不一定能够拿捏。群众的力量可以很松散，也可以很强大。所以你每一次质询，如果你就加重这一句，请问根据违宪理由书第4点的第1项，我们在这边你是质询还是询问？你每一个人都上去问，这一定有新闻嘛？再来，官员他能说询问吗？他一定回避，代表大法官的判决形同具文嘛？再来，如果公民可以不服从，那立法院可不可以不服从司法院的违宪判决呢？公民不服从没罪啊。当我立法院认为你司法院的释宪是造宪，我立法院可不可以不服从呢？第二，如果大法官的释宪超出其释宪范畴，请问部长，你要遵守还是不遵守？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你只有用这种方式去冲撞，不然你违宪被判解散、禁止参政，迟早的事情而已啊。那这种东西你一定要有战略嘛。但你让我感觉到你们是草台班子啊，所以叫做一日不瘫痪，则蓝白离政治死亡一日迈进啊。你如果不理解到严重性的话，强制解散你就无法参选，那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彻底独裁。然后你要蓄积能量之后，要么你在2026大水冲破龙王庙，再次碾压民进党，他的压力就来了嘛。自然而然一些很乖张的行径，他们就会收敛一点。如果没有，他们就会非常的嚣张。所以这些事情必须要这样去做。当要硬碰硬的时候，你才会有力量爆发出来。毕竟台湾没有办法政变，所以台湾唯一能做就上街头对抗。如果连这些都做不了，那更别说那个软弱到极致的那种方式了，什么善用未被宪法判决违宪的部分，根本就不该接受这个判决。他宣告说你违宪，你为什么不能宣告违宪判决违宪啊？你可以做出这样的宣誓啊，拒不遵守啊，有什么好怕的？你为什么不能做？所以这才是这整个过程嘛。你可以拒绝行使吧，结果我今天问还是在犹豫，还是在讨论，要讨论到多久我不知道了。反正一天不做我就一天骂。我公开宣誓，现在开战的对象除了德意志帝国德宗之外，还有那些软烂的政客，林北就每天干你们，看你们会不会痛。